我是庄开文，欢迎收看《T 观点》。讲到11月11号，您会想到什么呢？许多人可能会说双11购物节啊，或者是台湾的双胞胎日，但其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105年前的11月11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所以双11也是一战的终战纪念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动员了7000万名的士兵参战，其中呢，大约有1000万人不幸死亡，2000万人受伤，平民死伤的人数也超过700万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现在依旧深深影响到国际局势。近期最大的国际冲突，莫过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纷争了。追溯这段历史，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脱不了关系。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们请专家来解析。但遗憾的是，100年过去了，世界和平依旧难求。甚至特斯拉执行长、世界首富马斯克还公开示警，说当前呢，中东跟乌克兰爆发的军事冲突，很有可能会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嘛。地缘政治问题的确是全球的一大风险。今天我们也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到底有没有解决之道。为了近距离的去观察以巴冲突 ，TVBS 采访团队特别深入以色列跟约旦，直击战火笼罩之下的生活。好，首先我们来看特派记者刘婷婷、洪富华稍早的直击报道。居住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旧公寓，防洪避难处就是家门口的楼梯间。Yeah. About the structure. I'm not. We know it won't hold. It's not what buildings are for, you know? It's not a bomb shelter. 慢慢无奈，只是我们采访到一半。Those ones, they won't. Here we go. 带着记者冲向附近另一座避难所，途中好心人指引进入服饰店。That took us more than a year. You heard it? Yeah. Gosh. That's a rainy day in Israel. 以色列中部，例如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空袭警报一响起的反应时间为90秒，边境城市反应时间更少于15秒。我们踏出服饰店，一抬头，铁穹拦截火箭弹的烟硝痕迹就这么出现在社区上空。社区另一座公共避难所则设在地下室。有椅子、饮用水、紧急备用灯和收音机，社区就共用这小空间。不过，从1993年起，以色列政府要求新住宅得内建避难所。Seva Adom. Seva Adom. And it's got a very secure door. We have here metal that reinforces the window, which we keep bolted closed now at all times because rockets come. We have to have supplies for up to 72 hours. We here have bags of dried food, enough water, and then we also have candles in case we lose electricity. We have power banks to charge our phones. 以色列民众防患未然，毕竟铁穹虽然给力，月初有拦截碎片就曾掉落另一栋民宅屋顶。纵观以色列的各类防空设施品质与民防意识，也让同样面临威胁的台湾有思考和进步的空间。居民被迫逃离，撤退到耶路撒冷的饭店，暂时避难。And this is very dangerous. Lebanon, it's not what Lebanon been in 2006. Now she's more dangerous. It's Hezbollah. Hezbollah is strong. Hezbollah is terrorist. TVBS 走访耶路撒冷这间收留撤离居民的饭店，他们已经把600个房间全数给避难居民留宿，总计收留大约1700人。Our general guests have left. They've gone back. This normally would have been our very busiest time of the year for pilgrims, Christian pilgrims. Normally October, November, we're full to the brim all week long. 饭店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都被改成教室以及游乐空间，提供给小朋友使用。也有善心团体捐赠文具和教具给小学1年级新生。在以色列9月初已经开学了，但是因为这个攻击事件，造成了刚上小学的小一新生没有办法的正常上学，所以有些善心人士呢，就把这样的盒子直接带来饭店来捐给他们。可以看到里面包括一些基本的文具啊，还有一些彩色铅笔等等的，希望呢可以让这些小一新
神，他们在恭贺上面不会因为这事件而落下。志工团体也主动募捐，提供物资，像是衣物、盥洗用具等等。因为耶路撒冷当地寒冷，让这些临时逃难的民众有充足的保暖衣物。另外，还有民众不畏风险，自发性到边境送食物给前线军人。宠物店老板还到当地村庄救援存活下来的动物，并且启动领养机制，让其他善心人士接续照顾毛孩。面对各方威胁，以色列民众团结一致，希望共同度过战火下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刚刚从报道当中可以看到啊，以色列边境的居民大举后撤到耶路撒冷去避难。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啊。天下杂志曾经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而这三大宗教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哦。好，再来看到是耶路撒冷的旧城，总共分成有4个区，您看到了，包括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区以及犹太区，的确4个不同的宗教种族聚集在这里聚居。那么，到底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如此的特别？耶路撒冷为什么如此的重要？还有，我们要如何平衡看待以巴恩怨情仇呢？马上介绍2位来宾。第一位要介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李登科李教授，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您是中东国际关系的专家。谢谢。好，再来介绍是 TVBS 外交军事记者刘婷婷，婷婷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婷婷刚从以色列回来，对，还有前进了约旦，对吗？好，今天要来分享见闻。首先来看到是，其实你到了这个以色列当地之后，马上就听到了防空警报，对不对？对，没有错。而且你们进入以色列的时候，很重要的要下载一个很重要的 App， 那就是这个叫做 Red Alert。为什么呢？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台北时间晚间9点的连线，是大概下午的4点。然后没有想到连线到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就真的现场发生了空袭警报。OK， 所以就是原本的很平静的在做这相关的采访工作，突然得马上中断，就跟要很冷静的，但是你会发现你后方的人全部都有自发性的就跑到了他们的防空的这个避难所。其实以色列的民防系统做得非常的完整，他们是做得非常完善的，就是他们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就知道要马上怎么做。那因为其实我们记者有经过这相关的训练，所以我们当下就是马上蹲低趴下这样子，但是麦还是要继续连线讲。然后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去走访他们的防空避难所的设施，然后没有想到是在做这个采访的专题当中，还真的碰上了空袭。所以其实有那个刚刚有提到这个 Zofar App， 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手机的一个警报，然后只要哪里全以色列哪里有发生空袭警报，你手机就可以马上接收到。就是那天去采访这个避难所的当下，然后没有想到现场就是包括像是特拉维夫，还有包括特拉维夫的外围，还有包括是机场附近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空袭。然后在空袭之后，其实不只是警报响，你在现场就可以听到这个铁穹拦截系统的巨响，然后就是砰砰很多声。我们是就地卧倒对，我们是就地卧倒，然后我们就是手机赶快拿出来，然后赶快拍，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在空中就是拍下了这拦截的光点2枚，然后一直到我们就是飞机我们要离开以色列结束采访了半小时前，那个哈马斯还是持续对以色列中部非常严重的空袭。不过呢，你刚刚也有提到那个拦截的光点，我们就来看一张照片哈。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照片，绝非那个节庆的庆典的烟火，对不对？而是呢，货真价实的从这个加萨的火箭弹啊，然后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给拦截所造成的。听说你有直击到这一点吗？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有没有错？其实这张照片是其实网络上非常流传的一张照片。那我当时看到的是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所以它的那个夜幕没有这么的明显。那在网络上去听铁穹的拦截后这个巨响，我觉得网络上影片没有办法完全呈现你第一时间听到它的感觉。我第一时间听到铁穹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当地的fixer 就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是铁穹。我有点吓，我说哈，这个不是像大声，就是比较像很大声的驱鸟的那种巨响嘛？他说不是，这个就是铁穹。对，他们已经都很会分辨。对，他们就是马上一听就知道是铁穹声。OK， 事实上哈 ，TBS 啊，日本的 TBS 电视台，他们驻中东的记者曾经近距离的就直击到了以色列军队他们的铁穹拦截系统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多分アイアンドームの
バッテリーって言われるまさにその迎撃ミサイル本体を積んでるマガジンみたいなもんですね。难得能这么近距离看发射器，所有构造一清二楚。これ上から見えるこうやって。これなんか向こう抜けてるってことはこれあれだね。これもう撃ってんだよこれ。撃った後だね。撃ってないのも何発か。1,2,3,4,5,6,7,8,9,10 11個撃ってるんだ。有些刚用完替换下来，有些还等着随时换上发射架来补充弹药。以军的无人机盘旋监控，代表威胁就在附近。以色列人的空袭日常，日本人身临其境。直击一枚铁穹就在眼前发射，快到镜头根本就追不上。あそうそうそうロケットロケットロケット。あれロケットじゃないか。Is that rocket from Gaza？ あじゃああれあの上。霎时间，天空中出现无数拦截爆炸的烟尘。いやものすごい数が迎撃されたけど、ここから発射されたの一発だけだったね。急だったな。急だったね。まだ音はまだどっかで。ああいたね。7発だったのが8になってる。あ、7が8になってる。其实这套系统哈，美军他们也有采购，对不对？但是美军已经宣布了，就是说2019年他们采购了2套，现在要先送回给以色列，好让他们先去防御直接使用嘛。那么铁穹系统啊，您身为这个军事记者，其实铁穹系统其实就是是不是就如一般大家所传说的实战的经验最多？那么您认为台湾方面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觉得以色列当地的民众，他们之所以能够到现在至少说他们还能够正常上班上课，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铁穹拦截系统是有非常高的信心的，因为铁穹拦截系统它的拦截成功率达到90%。就等于是说真的是非常高。那可是我们在当地有碰过，也有没有拦截成功的。我觉得有2个状况，一个是我们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做的饱和式攻击，当你这个数量真的超过了，你这个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你是没有办法那么急速去拦截的。那当然就是对于台湾来讲，因为其实这个铁穹系统它是去拦截像是次音速的武器，火箭弹啊、大口径炮弹啊。那当然是两岸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对岸要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话，可能会采取的是飞弹。那我们今天当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拦截，包括像说爱国者，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一些飞弹拦截系统。那但是对于这可能是包括像是饱和式攻击，或者是可能出现的火箭弹的这些武器要攻击台湾的话，台湾或许真的是要去多思考这一块。然后另外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以色列除了 Iron Dome 铁穹之外，他们也在积极研发一个叫做 Iron Beam， 他们叫做铁梁雷射，2024年预计是将会开始去部署。他们是用雷射超热源去摧毁可能来犯的无人机或是飞弹，这是所谓的铁穹的更升级版，更新的科技。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说，他们其实当地在于就是管控这件事情，尤其这么多的外媒要马上的到以色列去做采访，那当然就是舆论上面要做很多的一些如何去掌握这个话语权，或者掌握来的这些媒体，所以他们其实第一时间就会让我们去申请这个 GPO card。对，然后这个 GPO card 对我们就是提前的去申请一个媒体的采访证，然后我们的相关的资讯，而且还有这个贴纸去认证。然后翻到背后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Sword of Iron 这个称号，主要是因为他们这次对于哈马斯所发动的攻击就是 Sword of Iron 的这个称号，所以他们就是有非常清楚载明这个来访的记者是为了采访这次的纷争，所以这次的冲突，所以核发了这个采访证，让他们是非常的知道说，要如何的管控舆论，或者是要如何要把他们的一些话语权争夺，他们希望可以让外界听到他们一些说法。不过说起来哈，以巴冲突真的不是用2分法就可以来判断说谁是谁非的了哈。那么讲到这部分的话，我们就要请李教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了。不过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说，其实11月11号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战纪念日，对不对？但是呢，就在终战的前一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以巴很有关系，那就是贝尔福宣言。他是谁呢？他是英国的外交部长，他发布了这样的一封短信，67个字。可是呢，后人认为说，就因为语焉不详，所以呢，可能就造成了就是后来的这个以巴的恩怨的起点吗？我们请李教授来帮我们
解析一下。今天以色列所以能够在巴勒斯坦建国或者复国，这个八福宣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献。但是这个八福宣言，就今天来讲，我们讲说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英国根本不应该做这种宣誓。英国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宣誓？它是有它的背景的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当时东欧很多地方发生那个严重的反犹太事件，甚至有些犹太人无辜伤亡。所以英国人报以同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也要感谢我们讲说，这个犹太人呢，这个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的诉求说这圣经上就写得非常清楚这个上帝允诺他们的土地对相信我们讲说圣经的这些英国的这个政治人物来说，或者一般民众来说的话，认为说有道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嘛。是对。那第三个原因，那当然可能英国自己的私下的一个考量，怎么讲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跟哪几个帝国作战，就包括鄂图曼土地帝国、那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嘛。对。那英国那时候想说，我在欧洲如果能争取到这些在欧洲的犹太人的支持，对我来说很划算因为我们晓得说，这犹太人在欧洲很多国家，英国包括德国，他们生意做得很不错，一般来说有钱人也不少对，如果他们这个出钱出力，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个样子怎么可以争取犹太人支持？果然没错他一发表这种宣言，英国、欧洲很多犹太人们当然是这个大力叫好最后一个考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那个驻有军队嘛，但是苏伊士的旁边，我们讲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个英国的很可靠的一个盟友的话，那英国要确保这个运河是在将来会有问题的，因为埃及跟英国关系不好嘛，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帮忙犹太人弄个国家，那犹太人很感谢我们了，那将来变成我们一个桥头堡垒来协助我们来保护这个运河，所以英国是有这样考量。好，那话说回来，这个宣言宣布之后呢，我们刚才说犹太人是非常非常高兴那当然阿拉伯人或者住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非常非常的失望嘛。那阿拉伯主要论点就说，这个根本不是你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土地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土地交给这个犹太人？不是很奇怪？而且巴福在做那个宣言的时候，其实当地就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数是非常非常少，他们拥有土地也是非常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什么阿拉伯人，土地也是阿拉伯人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有关于土地的部分，这张图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就诚如老师刚刚讲的，1946年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拥有的土地只有6%，对很少很少。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变化了。真正的一个重点是在1967年的时候，1967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观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叫做6日战争，没错，也就是第3次的以阿战争那一次实在是以色列单挑几个国家，我们来数数看，光埃及、叙利亚、约旦，还有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拉克等等，单挑，而且还赢了，这个才是很厉害。最后他就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加萨走廊、西奈半岛，还有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及戈兰高地等等。好，这一段恩怨情仇非常复杂，我们要拜托老师帮我们简单的把它厘清一下。那我们知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勒斯坦这个地区是由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托管，给他这样的一个指示。但同时呢，国际联盟也接受巴福宣言里面的协助这个犹太人帮他们在那边建个家园所以把巴福宣言变成一个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个文件。那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基本上什么？他是用钱买土地，因为他们有一个基金就犹太这个复国主义，他们有一个基金就专门的协助犹太人购买土地的。对。然后他们购买土地之后，怎么就把上面的阿拉伯人那个农人佃农赶走了。所以后来在1930年代，这个巴勒斯坦人就起来抗争，主要有3次大暴动嘛。那英国人你看这个射杀几千人，你晓得吗？那个也是很大的事件。所以到后来这个英国就说，这个。这很烫手山芋对不对？左右都不能得罪，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在最后决定说，那我不管了。所以1947年，他就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交给国际这个联合国，因为国际联盟都被取代联合国嘛。那联合国进来之后怎么办呢？也是伤透脑筋嘛，赶快弄个委员会。后来当时不是安理会是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这是181号决议，那是个很关键文献。那就是我们讲说今天2国方案最重要一个国际文件，那是181号决议，基本上就是把巴勒斯坦分2区了或者是所谓2国，一个是巴勒斯坦，一个是这个以色列。这个阿拉伯怎么接受
嘿，我的土地这怎么被别人拿走了，还要我接受，强人所难嘛。说当然不接受啊，那也不接受，而且什么旁边几个阿拉伯邻居啊。那些什么这个叔叔伯伯的啊，刚才你讲的埃及啊、叙利亚、这个伊拉克、约旦等等，他说你怎么可以接受？你才不要接受，哥哥这个叔叔帮你嘛，类似这样的。我听你啊，对呀，对，所以五国联军嘛，所以这个第一次以色列宣布独立，马上阿拉伯的联军就打进来。是，但是后来的阿拉伯联军是什么？根本就是乌合之众嘛，而且什么？每个国家各怀鬼胎，比如埃及军队它动作很慢，约旦你靠近你去打这样的，那约旦说哎你巴勒你很近你去打伊朗，你看那伊拉克说我远一点我慢慢去，类似这样你想的吗？就是你去死好了这样好吧？哎我慢慢去，你先，哎对，哎对呀，所以这个后来就被那个什么被那犹太人各个击破了，所以1948年独立战争让以色列的土地啊。比联合国要分给他还多很多哎，是，不过也因此哈奠定了这个以巴恩怨哈，就是一直很难解，对不对？其实讲到这个恩怨情仇难解，跟他们的宗教啦，还有种族啦，还有生活习惯，其实种种方方面面都是很大的差距啊。包括婷婷这次前进以色列，光是募集物资就有很多的美感要注意，对不对？最主要就在于啊，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饮食禁忌叫 kosher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好，那其实呢，有人就直接把它翻译可食 kosher 叫做可食啦哈。不过其实他们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规定，必须要去遵循，是吗？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以色列之行？不管是去中东国家，是东南亚国家，如果是碰到穆斯林，我们就很习惯的哈烙，然后就不能吃猪肉，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禁忌等等的。可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哦，这已经够严格了，没有以色列的饮食禁忌，尤其犹太教的饮食禁忌是非常非常严苛的。那怎么说呢？我觉得最让人外界可能会比较不习惯的是，他们没有办法让乳制品、所谓的奶制品跟肉制品同时的一起烹饪，或一起出现在同一道餐点当中。所以像是你可以想象，你吃披萨，那披萨不可以有 cheese， 他们没有双层牛肉吉士堡这个东西。对，另外还有包括说是kosher 他们一个不能吃的东西，包括螃蟹、虾子、鱿鱼，然后没有鳞的鱼类。都不可以吃。好，不过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嘛，正因为宗教啦，还有生活啦、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以巴冲突到底要怎么解决呢？到现在大家想破头了，好像还想不出一个什么办法来。但是呢，约旦跟埃及啊，这也是老大哥嘛，他们就说好啦，不然我就提出来。再次讲，就是说两国方案，但是两国方案奇怪了，到底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先看报道。以巴冲突如何解决？多国领袖再次提出两国方案。It is our duty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restart a meaningful political process that can take us to a just and sustainable peace on the basis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e only path to a safe and secur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entire world. إلى التفاوض حول التهدئة و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ثم البدء العاجل في مفاوضات لإحياء عملية السلام وصولا لأعمال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إقامة الدول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ستقلة. 所谓两国方案，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坐下来谈清楚土地分配，在约旦河西岸及加萨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国并存，最终目标是形成两个领土清晰、相互尊重、井水不犯河水的并行主权国家。然而，以目前情势来看，两国方案几乎不可行。以色列国内缺乏推动两国方案的社会基础，内部不同群体意见分歧，对于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和人口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接受 TVBS 独家专访，也对两国方案持消极态度。This is not a time to talk about peace. There is no peace while Hamas is still there. 巴勒斯坦对谈判没有信心，也认为对方缺乏诚意。There is no chance for a two-state solution. Why? Even though I would like to see it, it's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Why? Because it's impossible geographically today to divide the land in the way how it was intended to be initially. 好，两国方案乍看之下，外人来看会觉得蛮合理的啊，那就一边就是各自有自己的国家，不是很好吗？但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赞成的分别都各只有3成呢？
到底这症结何在？请教授帮我们解析。这个两国方案呢，其实英国在1930年代就提出来了，后来刚才讲联合国也提出来，然后后来美国这个克林顿政府真的提出来。但川普好像不接受，但现在拜登又接受了，他已经公开接受了，所以我们讲说他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怎么分割？在连体婴一样，它被你刚才你看那个地图，它已经是连在一起了，那你怎么去分割？比那个1811的时候差太多了。好，那么所以很难分割，就是以色列或者说这个犹太人呢，在占领区约旦河西岸呢，还有戈兰高地，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呢，从1967年之后就不断的盖屯垦区，越盖越多，越盖越多，从1个变2个，现在已经超过100个了。然后光住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个犹太人是超过70万人，所以说两国方案，那这些屯垦区怎么办？是不是70几万的这个犹太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嘛。那另外如果说真的两国方案成立了，那流亡在国外的不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可能在埃及在叙利亚、在伊拉克或者在欧洲的这些这个巴勒斯坦难民加起来总数东大西加联合国的统计最近统计超过600万人对不对？那超过600万人，至少有300万人想回家嘛。他说我的家住在特拉维夫，我的家在耶路撒冷，我家在海法，都被以色列占了嘛。那如果说这样的和平已经达成了，我要回家。那怎么办呢？按照两个方案的话，可能不是你的家了，那你怎么去补偿？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疆界怎么分，屯垦区怎么处理，然后那个难民返乡权怎么去处理？所以说，两国方案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但是怎么去分割？那伤透脑筋，对，非常的错综复杂哈。好，有关于这个耶路撒冷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节目会来继续聊而且非常谢谢婷婷的分享真是冒着枪林弹雨完成了非常好的一个采访那么非常谢谢。好，稍后回来我们就来看耶路撒冷，我们要前进这个3大一神教的圣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1000年以来错综复杂的历史，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就是有3大一神教共处一城的耶路撒冷，各具有代表性的圣地都坐落在城中。其中呢，对犹太人最为神圣也最悲伤的代表，当然就是哭墙了。TVBS 记者这次就实际走访，也有科技业者呢，把圣城耶路撒冷那么搬进虚拟世界当中，不但可以碰触到耶稣的圣墓，也能够在哭墙底下祈祷，或者是在阿克萨清真寺感受到伊斯兰教斋戒月的虔诚。希望3大教派的信徒都能够找到心灵寄托。我们一起来看。Just need to lay down over there. Put your hands over there. 双手摆头上，用最快速度趴下找掩护，这是耶路撒冷居民听见空袭警报的日常。It's better to stay inside and not be next to the cars and something like this. We're supposed not to be inside bars or sink in the windows, stuff like this. 尽管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3大宗教的圣城，却同样面临着空袭威胁。这因为是旧城，充满古迹，不是每一间房子都能够往下挖防空洞设备。不少人遇上空袭警报，只能逃到公共区域的防空洞，或者就地趴下掩护自己。And a few days later, we had some alarms too, but for a week or so, we didn't have any alarm. We live in an area with a lot of Muslim people, and most of them are good people, and I have good friends that are Muslim and everything, but still you hear a lot of terror attacks. Now it's very dangerous there. The country take us and give us to an hotel in all the country because they've there a lot of bombs. I grow with the war. In Israel, when you've been children, you know what is war. 民众对于空袭反应不同，而在知名景点哭墙，有大量以色列犹太人在祷告。在出现攻击之后，人数更多。西墙也被称作为哭墙。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这个哈马斯的攻击发生之后呢，当地人就告诉我们，有非常多的犹太人会特别来到哭墙这里，希望呢可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It's a kind of magic. 无论是圣母教堂、哭墙，或是阿克萨清真寺，3大宗教的圣地都在耶路撒冷古城当中，也成为全球无数信徒一生的向往。戴上虚拟装置之间，以色列的新创公司透过魔幻的手法，让人一瞬间感受圣城才有的震撼。These are obviously the holy sites to Jerusalem, so you can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and go inside the tomb of Jesus. You can
go to the Al-Aqsa Mosque, and you can go up to the Dome of the Rock, or you can explore the Western Wall tunnels and walk to the Western Wall itself and write a note, and even place a note inside the surfaces of the crevices of the Western Wall. 透过 VR 装置还有软体进入元宇宙，就能跟着犹太信徒站在哭墙边祈祷，还能拿起虚拟笔写张纸条，把自己的心事还有心愿向上帝倾诉。Grab your note and place it in the crevice. 也能走进以往人山人海的圣母教堂，看看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甚至可以伸手触摸耶稣的圣墓，或是在阿萨克清真寺感受伊斯兰教斋戒月的虔诚，跟着无数的信徒一起朝麦加的方向跪拜。新创公司执行长强调，透过这些宗教仪式，除了让信徒可以身临其境，在信仰当中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更是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好，我们就来仔细介绍世界遗产耶路撒冷的背景资料哈。它是在西元前1000年由大卫王建成的，大家都知道是三大宗教的起源地。但是呢，这1000年以来，控制权变化不断的改变哈，包括了像是罗马啦、土耳其、英国、约旦都曾经控制过耶路撒冷。另外呢，现在主权的争议则包括联合国认为说它是独立的个体，不属于任何一国，但是巴勒斯坦当然会觉得说，哎，这是我的。那么以色列则是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好，这段节目我们来讨论耶路撒冷，请来另外一位来宾哈，来介绍一下，那就是资深世界遗产导游，同时呢经常去中东，对不对？徐峰瑶老师，老师去了耶路撒冷几次？10几次，10多次啊，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您同时也是政大宗教研究所的博士生哈，欢迎您在这一段加入我们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这个鸟瞰图哈，相当程度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为什么哈三大宗教都主张圣城是他们的。您看到了这里有哭墙，这是非常的这个有名的。另外呢，基督教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圣母教堂。那么在伊斯兰教则是有圆顶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哈。阿克萨清真寺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介绍。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哭墙哈。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次刘婷婷也走访了哭墙，对不对？哭墙呢又称为西墙了哈，是在西元前19年到1世纪的时候建的，古代犹太人第2圣殿的一个遗址了哈。实际上圣殿的被建立哦，其实可以跟着犹太人的王权的建立是同时搭在一起的。所谓扫罗、大卫、所罗门，实际上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慢慢的从建成到建圣殿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哭墙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哭墙我们先把它具体性的讲一下。你可以，如果你有那个全照图，你可以看得出来，第2圣殿的哭墙的石砖在下面，上面的是鄂图曼土耳其苏莱曼时代的所谓的哭墙的石砖，它那个石头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哦，对于我们又可以再切割一下，右边的哭墙是所谓的女性她礼拜的空间。左边的那个哭墙是一个男性礼拜的空间。所以当我们进入到哭墙的时候，对于我们非犹太教徒来说，我们是进入到神圣空间了。所以呢，当我们进入到哭墙的时候，男生都必须要戴那个 kippa 帽，白色的那个帽子。他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头顶天呐，人是人呐，人是不可能头顶天的。更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我们还回归到塔木德那样的一个犹太的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圣地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进得去的。当时圣地进去只有犹太12支派当中其中一支叫利未人 Levi， 他才能够进得去那个圣地。所以呢，这个都是圣地当我们要讲哭墙的时候都不可以去逃避或闪躲的一块。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进入到哭墙前，它其实还会有一个牌子哦，它会告诉你说，哦，这是犹太教的圣地哦，你没事啊，你是不可以进来的哦。原来去了哭墙之后还分男女有别，对不对？而且呢，李教授你也曾经去过哭墙，去过3次。我可以讲2个小故事啊。第一个就是哭墙啊，它那个千百年来有很多缝隙，结果我去看的时候，那个缝隙啊都是满满的小字条。据说哭墙非常灵验，
啊，你弄个字条，好像我们那个放那个什么天灯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个犹太人呢，他合作生意，他们现在怎么呢？他有传真机，就说比如说你人在纽约吧，对不对？对，你弄个字条传真过去，他帮你弄，帮你塞进去，收费。还收费哦，所以他哭墙还可以赚钱。你看，他们犹太人真的很有生意脑筋。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地的宗教哈，有一些这个程序，好像也都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没错啊，对不对？好像好。那讲了个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看到那个以色列那个传统的那个教室。那么我的了解，他们是国家供养的，每一个人人手一本的圣经，旧约圣经，厚厚的一大本啊，他们就一贯了。我进去哪里呢？我们看那个哭墙。那个哭墙啊，露出来的是外面的看得到嘛，对不对？对。它其实有一部分呢，它在那个什么山里头，当然不是被那个泥土都给盖住吗？那犹太人把它挖出来，挖，所以变成一个山洞的样子。所以我们讲说类似这样的，我们这里面呢，这哭墙一部分这样的。好，那就在哭墙前面呢，他们就摆了一张一张的椅子跟那桌子，所以每个教室啊进去之后呢，他这样固定位置，他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然后把这个圣经啊。一打开来啊，然后就开始这么祷告，那祷告到一定的一个阶段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家下班了。是，好，我们刚刚讲到了犹太教嘛，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区域里面的基督教的代表性建筑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圣母教堂，对不对？好，圣母教堂相传就是耶稣死去跟复活的地方，哈，被信徒认为是一生必去哦。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很特别的是，它管理权哦交由穆斯林，哈，那么成为耶路撒冷当中一个。很多人说，这算不算是宗教融合的地方呢？徐老师告诉我们，这又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对于这个朝圣，应该更精准的讲，是天主教的朝圣地。了解。对，那对于这个天主教来说，或者是说我们叫做旧教来说，可能大家在台湾久了，没有太听过那些教派，什么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啊，然后叙利亚正教会啊，科普特教会啊，希腊正教会啊，天主教，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奇特的是伊索比亚教会。所以对于这其实是一个宗教史，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基督教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状态，所以大家各自发展，所以呢，都必须回到所谓的圣地当中去插旗啊。所以呢，我常常跟我的团员们讲一个笑话，就是你去看一下现在圣母教会的那个大门口，那个上面的窗户啊，有一把梯子，那把梯子是因为工人修窗户就忘记拿下来，然后他就拿不下来了，因为6个教派啊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所以呢就会打起来。然后不要再想另外一件事情哦，这个圣母教会就这么小，6个教派有不同的仪式典礼庆典，圣诞节你认为是12月25号，正教会说是1月6号，所以大家的节日不同啊，所以常常在里面吵架，然后呢搞得大家是人仰马翻的。所以呢，萨拉丁那个时代，各位就是伊斯兰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民族英雄，打赢了十字军的这一个萨拉丁，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圣母教会的这个钥匙啊，那交给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让穆斯林来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实际上我们回到萨拉丁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和平是曾经存在过的。那这个萨拉丁面对当时屠杀很多穆斯林的那个十字军，其实萨拉丁是让所有的十字军无痛的、自愿性的离开这座城市啊，所以我必须得说，那是一段美好的过去。所以其实和平不是做不到的，对不对？其实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和平并不是做不到，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哈。好，介绍完这个犹太教啦，还有这个基督教或天主教之后，我们紧接着要来介绍，当然就是伊斯兰教哈。在耶路撒冷很重要，一定要知道的是阿克萨清真寺。但是呢，这阿克萨清真寺据说也是近期以巴冲突导火线之一吗？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请别走开。面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以色列的反制手段可就相对多元。尤其从9月中旬到10月初，又正好是犹太新年和祝棚节的欢庆活动期间，为了满足以色列民众的购买需求，官方干脆缩减巴勒斯坦人的食物供应，接着又关闭了约旦河西岸以及加萨过境点的所有通道，更宣布扩大旅游限制。
这3道禁令等于为巴勒斯坦人戴上了紧箍咒，没有粮食又哪儿都不能去，摆明了是要巴勒斯坦人坐困愁城，无以为继。而且这些限制还不够，节日期间，以色列还允许民众和游客除了在西墙祈福之外，也能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参观祈福，完全不理会巴勒斯坦人对圣地的禁忌。可以想见，这对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是多么严重的一次宗教文化蔑视，也让巴勒斯坦人深信以色列一连串的动作是要霸占他们的宗教圣地。并且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地位，还要对巴勒斯坦人来一次种族清洗。种族清洗的目的是要借此机会扩大以色列在占领区的面积，赶走巴勒斯坦居民，进一步夺取他们的土地。用来扩建更多的犹太居住区，即便这项政策已经被联合国认定违反奥斯陆协议，就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都认为以色列已经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אבל ברוך השם, בממשלה הזו הבאנו בנייה בהיקפים שלא היו עד היום. יש לנו קרוב ל-15,000 יחידות דיור שאושרו ביהודה ושומרון, ובעזרת השם יאושרו עוד הרבה יותר. Make no mistake. The expansion of settlements undermines the geographic viability of a two-state solution, exacerbates tensions, and further harms trus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the advancement of settlements and urges Israel to refrain from this activity. 即便美国和联合国都说出了重话，但以色列方面只是双手一摊，表示新建方案早就木已成舟，势在必行。就算美国和联合国都表示反对，但是以色列政府做出的决定也不容各方指点江山。这看在失望至极的巴勒斯坦人眼中，已经不再是愤恨这个词汇可以形容，势必要采取比以往更激进、更能让以色列真的有被打痛的报复方式，才有机会警告纳坦雅胡政府不要轻忽怒火中烧的巴勒斯坦人，要为长久以来受到的压迫和欺凌做出反抗。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严密控制、强占土地、侵犯圣地的3重压迫下，为哈马斯提供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并且以阿克萨清真寺之名作为代号，发动猝不及防的军事突袭，要让以色列知道，当他们享受美食佳肴、欢声笑语的庆祝佳节的同时，饱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会以他们的方式来回应以色列在占领区的系统性扩张，以及加诸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禁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报道是 TVBS 资深编译汤道顺所做的整理分析，我们就来看一下位于圣殿山里面的伊斯兰教圣地哈，其实包括了圆顶清真寺，它是金色的屋顶，另外就是呢最重要的阿克萨清真寺是银顶清真寺哈。那么阿克萨清真寺我们也要来做一个介绍，建立于西元7世纪的时候哈，地点就在圣殿山，它是伊斯兰教的3大圣地哈之一。那么第3大圣地前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老师有讲了，就是麦加跟麦地那，对吗？好，那么相传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之地哈。听说老师您有去升天之地，的确有看到，您可以进入到阿克萨清真寺。可是清真寺听说很难进入，对不对？连这么资深的导游都进不去，当时还被考试嘛？像那个时候我要进去到阿克萨清真寺的时候，那实际上我们不是穆斯林。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习小禁。那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宗教的圣地的时候，那我们就被考试了。他就考我穆罕默德的阿嬷是什么名字？那不是教徒就答不出来了。我认真说，就算是教徒，他也要 Google 一下。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没有这个因缘可以进入到。那李教授为什么进得去？好。我是到耶路撒冷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我那个研讨会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怎么样来为这个地区创造和平。是，所以不同教派什么的学者也都来了。那其中有一个是，好像认识就是那个阿克萨清真寺的管理委员会，而且还蛮高层次的。所以经过他沟通呢，我们都可以去参观，那非常难得。不止在外面参观呢，而且像我不是穆斯林嘛，对不对？我都可以去参观，而且还可以到底下去。
然后那个负责清真寺的一个管理人员他就跟我们解释，他说这里就是穆罕默德当年升天的地方。但为什么阿克萨清真寺会成为这次的以巴冲突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性呢？那就是最近几年呢，以色列右派人物，包括这个政府的阁员呢，他们认为说这有什么好禁忌的？一路上都是我们的啦，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在保护安全啊。那我们是什么？是这个政府官员，为什么不能去？我来视察，我去了解。他们明知道说那个对穆斯林来说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每次一去就引起很大风暴。过去以色列不是一个总理叫夏隆吗？他是第一个总理之尊，他都去看，结果他一看完，马上引起暴动。后来引起那个巴勒斯坦的抗争嘛，死了好多人啊。所以这次也是一样啊。也就是说，最近几年的以色列右派阁员呢，他们就是什么三不五时，我要去看一下，每次就是怎么制造很多的这个纷争。是，听说这里好像是连用英文去讲圣殿山，就是那个Temple Mount 都不行，对不对？上去参拜到底有哪一些必须要遵守的规矩跟限制？实际上像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在圣殿山的山脚下。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警告的那个牌子，各位看清楚，这是犹太人的 Rabbi 的这个组织协会，是你要进去圣殿山，你是有一定相当的规范要存在的，你并不是一个随便进去的状态。那第二个部分是穆斯林，穆斯林这是圣地，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非教徒来说，或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进去，但是你就不可以做出很多像是大声讲话啊，或者是男女生站在一起拍照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们在上面也是不允许你。因为实际上这一个地方很麻烦的原因是巴勒斯坦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那你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到底是站在哪个地方，支不支持呢？实际上，也许约旦国王并没有那么支持那个巴勒斯坦的独立，所以那个时候就刺激了巴勒斯坦的这个组织的人。然后去暗杀阿卜杜拉，所以他就是当场死在阿克萨清真寺的。是，那最后请教一下李教授，以巴冲突有解吗？应该还是有解，但是是非常困难。是我刚才说了，两国方案要处理呢，那个双方这些右派团体、激进团体的心态要调整。同样的，像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哈马斯，还有比他更激进的，他们认为说凭着武力可以把以色列消灭。这个也是做不到，对不对？所以说这两个如果不好好的坐下来，心平气和的那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真的是几乎是无解。但是我们认为说还是有解，比如说我们讲了，以色列就业机会很多嘛，你看他们用了多少这个我们讲说泰国劳工，他们就近就可以用巴勒斯坦劳工嘛，现在也有。少数1、2万人在那边以色列打工，他说两边比如成立一个共同市场，那巴勒斯坦10万、20万、上100万到以色列打工，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说，如果是和平相处，是怎么相得益彰这个双赢的局面也可以多赢国际之间都没有这一个什么我们讲火药库嘛。其实追求和平是普世价值了哈，天下之事为人心而已哈，一念之间啦哈。好，我们也是祈求能够世界和平。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哈，那么稍待一会儿再回到提观点。谢谢你的加入，我是庄开文，我在提观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